大家好啊，我是 Eric。上一节的话，上一次我们录了一个视频，是关于 Red Hat 红帽系统在虚拟机环境下的安装和配置。今天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新手必须掌握的 Linux 命令。上一节中，我们创建了一个本地的普通用户，在这里的话，我们需要用到 root 用户，所以我们需要切换到 root 需要切换到 root 这个用户管理员下。切换 root 管理员的话，在默认的登录界面是只有一个我们创建的普通用户的，我们需要选择 not listed， 在这里输入用户名 root， 下一步密码的话就输入我们上次所设置的那个密码，大家根据自己当时设置的密码来输入就可以了。点击 Set Sign In， 然后进入到这个桌面系统。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强大而好用的 Shell。Shell 的话是一个命令行工具，它所充当的是人和内核之间的翻译官。换句话说，就是用户把一些命令输入终端，它这个 Shell 命令行工具的话，它就会调用相应的程序服务去完成某一些工作。简单来说的话 ，Shell 就是终端工具，我们通过 Shell 实现与内核的命令交互。接下来的话，我们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个 Linux 命令。首先，我们在桌面上点击右键，这里有 Open， 打开命令行，我们选中它，这样的话，我们就启动了我们的 Shell 终端。我们第一个要执行的命令是要介绍的命令是执行帮助文档的命令。这里的话需要先介绍一下 Linux 的命令格式。Linux 的命令格式的话是命令的名称加上命令参数再加上命令对象，这中间的话命令名称和命令参数以及这个命令对象之间用空格键来分隔。命令对象的话就是指的要处理的文件、目录和用户等一些资源。而命令参数的话可以用长格式，也就是完整的选项名称，也可以用短格式，就是单个字母的缩写，它们分别的用2个减号和1个减号作为前缀。我们介绍第一个命令，我们开始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 main。main，这个命令的话 ，main 我们输入2个 main 就是第一个 main 是命令的名称，然后第2个 main 的话是命令的对象。它需要的话就是让我们来解读。来展示这个 main 命令它所包含的一些东西，来介绍一些它的 main 命令所包含的内容。在这个帮助信息界面中呢，在这个界面中所包含的常用的操作按键和用途的话，总结起来的话是有这样一些内容，我给大家打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总结了一下。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空格键代表的是向下翻一页，空格键代表向下翻一页，Page Down 和 Page Up 分别代表是向下和向上翻一页。Home 的话是直接前往首页，End 是直接前往尾页。在这里的这一些介绍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试一下平常如果说我们用的多了以后，这些内容的话自然就会记住。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帮助信息的结构和意义是什么样的。这里的话也有一张图是这样的，这里面所展示的是帮助信息的结构和意义，我们可以来对照着看一下。首先的话是 name 就是命令的名称，命令的名称的话是 main 然后就是大致的使用参数介绍说明演示这一些内容。main 命令的话主要就是来介绍一下来展示这个命令的帮助信息，它主要就是来展示一下这个命令的帮助信息，帮助我们来理解和使用这个命令。这些内容的话这些我总结出来的这些它所包含的帮助信息的结构和意义还有这些常用的操作我都会放在这个视频的说明中，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下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个命令。我们的第二个命令的话是这一类的话是常用的系统工作命令是常用的系统工作命令。首先第一个的话是 BCHO 命令，这个命令的话是用于在终端上输出字符串或者是变量提取后的值。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我们在后面打上这样一个，然后它就会在终端上输出我们所输入的这个字符串，而它所要变量提取后的值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演示，就比方说这样，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打印出来的话就是这个 shell 它的绝对路径就是 bin base。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命令是 date 命令 date。 date 命令用于显示和设置系统的时间和日期。date 命令的常见的参数格式呢，总结起来有这样一些内容。这是 date 常见的一些这个参数格式和作用。跳格、小时是24小时、12小时、分钟还有秒。需要注意一下，是分钟和秒用的是大写月和日用的是小写。我们可以来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就比方说我们需要显示我们如果说直接输入 date 命令，那这样的话
我们所展示出来的是以默认的形式啊，以默认格式显示系统的当前时间。如果我们需要按照年月日10分秒的格式来显示当前的系统时间的话，操作是这样的 ：date 加上字符串，然后加%y，中间加上我们的分割符$d，这个是代表的是年月日，分别代表的是年月日，然后接着是10分秒、小时啊，这是24小时制的，然后分，再然后的话是秒。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现在输出的话就是2019年8月15 11点20分01秒啊，11点20分。接下来我们需要介绍一个，就是如何用 date 去设置一个时间啊，需要去设置一个时间。那我们就是 date-s， 然后在这里输入我们的需要设置的时间，比方说我们需要设置到2017年9月1号，然后是8点30分。好，这样的话我们输入回车，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时间它已经变化了啊，2017年8月30号9月1号8点30啊。下面还需要介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再来演示一个，就是这个%g date， 然后加上这个加%g， 它所代表的含义是当前这一天，就是当前这一天在今年中，就是今天在今年中是第几天啊，是这样一个意思。后面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一个命令是 reboot 啊，这个命令的话，如果说有一些 Linux 操作经验的话，会知道这是重启的一个命令啊，重启的一个命令。在这里的话，我就不演示了啊，就不给大家演示了。演示的话，它还需要重启，太浪费时间了。重启过之后的话，我们下一个命令，重启过之后的命令是重启过之后，我们需要介绍一个，就是关闭电脑的命令，也就是关机的命令，关闭系统 power off。power off 它是关闭系统。接下来这两个命令的话 ，reboot 和这个 power off 我们就不做演示了啊，因为做演示的话太麻烦啊，不好意思我们还需要重启这个虚拟机，太麻烦了，我们就不做演示了。接下来的话，我们介绍一个命令叫wget。这个命令的话是用于在终端下载网络文件了。它的格式的话就是 wget， 然后加上参数。它所用到的参数有-b 啊，-b 的话就是在后台下载，然后-p 的话是下载到指定的目录啊，-zp 的是下载到指定的目录，然后是 t 的话是最大尝试次数。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文件在这一次下载失败了，然后它会按照你的指定比方说我们给它一个是3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去重复执行3次
啊，3次。然后的话，接下来一个是断点续传啊，是断点续传。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之前下载过这个文件，但是这个文件并没有下载完，我们还可以接着上一次的下载继续啊。然后是杠 P 啊，刚才有一个杠 P 了，刚才的那个杠 P 的话是大写啊，下载到指定的目录是需要杠 P 是大写。然后是小写的 P 的话，是下载页面内所有资源。如果说我们打开了一个网页，如果我们打开了一个网页，我给大家演示一个吧。打个比方说这个页面啊，这个YouTube 这个页面啊，打个比方说 YouTube 这个页面，如果说我们 wget 杠 p 然后再加上这个 YouTube 这个页面的话，它就会去下载这个页面里面所有的内容，包括图片啊、视频啊，还有文本啊等等一些内容。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杠 R， 它代表的意思的话是递归下载。递归下载的话就是内容里面的内容啊，内容里面的内容，意思就是说呢，它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在这个网站里面，就是还是以我们刚才这个 YouTube 为例，它会在这里面下载它所有的页面数据以及文件啊，就比方说它里面有子页面，子页面以后它会进到子页面里面去，在子页面里面重新在子页面内部的子页面，它还会去找啊，一直找到最后一个页面，把里面所有的文本、页面，还有这个文件，就是视频、图片这些，通通都给下载下来。因为我们在上一次所设置的这个虚拟机环境的话，是支持本地网络的，所以我们在这个 wget 这个命令里面的话，也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在后期的话，后面我们的视频里面，我们会用到，我们也会用到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一些常用的这些命令，慢慢的大家通过在练习之中加深印象，达到学习的这样一个目的。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命令是 PS 命令。PS 命令是用于查看系统中的进程状态啊，然后它可以加参数，参数的话有杠 A， 有杠 U， 也有杠 X， 它们分别代表的意思，杠 A 就是显示所有的进程啊，包括其他用户的一些进程，然后杠 U 的话就是用户及其他详细信息，杠 X 就是显示没有控制终端的进程。好，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试试啊。在这里的话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是Linux 系统中时刻就是运行着许多进程，这些进程的状态的话是分了5种，分别是运行、中断和不可中断、将死与这个停止这5个状态。
这5个状态。它们分别是用这个什么来代表的呢？就是还是给大家一个图吧，还是给大家一个图吧。这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Linux 中的常用的5种进程状态分别是大写的 R，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运行，然后 S 就代表的是中断， D 代表的是不可中断， Z 代表的是将死，然后 T 代表的是停止这些内容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的说明中，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下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命令的话是 top 命令 top。top 命令的话是用于显示用于动态的监听进程活动和系统负载等信息。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加强版的 Windows 任务管理器这是它的这个动态监听的这个界面。这里面的话，它第一行分别代表的意思是系统时间，然后这个是运行时间，登录的终端数，系统负载系统的负载分别是1分钟的负载、5分钟的负载和这个15分钟的负载平均值然后第二行第一个代表的是进程总数，第二个代表的是运行中的进程数，第三个的话就是睡眠中的进程数，第四个是停止的进程数，第5个是将死的进程数。这些的话，这4个刚好对应的就是我们在上面 PS 这个命令里面讲到的进程运行的5种状态5种状态中的4种。然后第三行第一个说的是用户占用资源的百分比就是CPU 还有这个内核这个系统内核占用资源的这个是系统内核占用资源的百分比。然后第3个的话是改变过优先级的进程占用资源的百分比。第4个的话是空闲的资源百分比。然后的话第四行代表的是物理内存总量，然后内存使用总量、内存空闲量和那个作为内核缓存的存储量，也就是内核缓存吧。然后的话第5行就是虚拟内存，这个第一个代表是虚拟内存的总量，然后第二个代表的是虚拟内存的使用量、虚拟内存的空闲量，还有这个已被提前加载的内存量这个就是 top 这个命令。如果按 Q我们就可以退出来它这个界面。然后下面我们要介绍的一个命令的话是pad off。这个命令的话是用于
查询某个指定服务进程的 PID，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进程的唯一 ID。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上面这个如果说我们需要查询这样一个进程，然后它就会输出，这里的话会输出3个。这里的话就是它会把所有的这个进程，它所用到的都输出出来。然后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怎么去杀死进程。这个命令的话是 kill 命令。它用来的话是终止某个指定终端的服务进程。如果说你知道这个终端的 PID， 就比方说 kill 1188，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杀掉这个进程。后面还有一个的话是 kill all， 这个的话，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进程的名称，我们这时候的话就可以直接用 kill all 这个命令，然后加上进程的指定名称，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用来终止这个服务的所有的进程它正在运行的所有的进程。就比方说这样，它就可以把上面提到的这3个全部都杀掉。我们还是来我们来试一下。这里的话，我们刚才杀掉了我们的界面我们刚才杀掉了我们的用户界面。这里的话就这一次的话，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一些内容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内容。我们后面的话还有更多的命令来给大家介绍。今天这一次的话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还需要更详细的内容的话，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然后的话我会知道大家所需要的内容，我会找出来这样的资源来做出来视频给大家。好了，今天就先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再见。